其实这种在内忧外患之下，这样顶着大家的痛骂干活，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、真正负责任的行为。中国政府的远见和执行力，把全球各个国家都能甩出10条街。其实判断一个政府是不是有能力，最关键在于他是否能看到未来，而不仅仅是眼下。因为绝大多数的政府决策短期内都是无法见效的，而且还会遭到大量的阴阳怪气的反击和批评。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候，就开始全民扫盲和建设各种水利工程，勒紧腰带搞2弹1星。金庸就曾经公开嘲笑过，说穷的连裤子都没有，还造什么原子弹？有这钱还不如多做几条裤子穿。当然了，作为一个80后，我也是非常喜欢金庸先生的作品，但不是所有文化人和公知的意见都值得被重视。我们这里不评价他的动机，也许他是好意，只是短视而已，但我们却丝毫不为所动。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，但我们国家有自己的节奏。中国人均 GDP 全世界垫底的时候，就开始规划高速公路。那个时候路上连车都见不到几辆，当时高速公路被人骂作是面子工程。现在谁还敢说这10几万公里的纵横全国的高速公路是面子工程吗？10几年前人均 GDP 还是1700多美元，跟菲律宾是一个档次。中国就开始建高铁，那时候被多少人痛骂，高铁你慢些跑，等等你的人民，让多少人感同身受。那个时候的菲律宾政府或者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做什么？他们什么都没做，天天拉选票忽悠自己国家的老百姓。我们也完全可以像菲律宾或者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，什么都不做。而实际情况是，当时做这些事儿是要被很多公知和渔民戳脊梁骨的。在西部人民还吃不饱的时候，歼20开始立项；在茶叶蛋都吃不起的时候，各种航空工程和军事工程纷纷上马。中国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现在有多少 GDP， 而是在于它在最穷、环境最恶劣、国内外所有有识之士都说你快要完蛋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按部就班地制定了各种计划，而这些计划无一不是只有世界霸主才有的标配。90年代苏联崛起，东欧剧变，当时全世界都认为你要玩完的时候，政府想的还是100年之后的事情。100年之后我们要崛起，需要航母，需要核潜艇，需要全面覆盖的教育体系，需要覆盖城乡的医疗系统，需要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和舒适的高铁网络。今天我们看到的 IT 繁荣是建立在全面覆盖的宽带网络之下，今天我们享受的网络购物是建立在交通便捷之上，在内忧外患之下，这样顶着大家的痛骂干活，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，是真正负责任的行为。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的远见，这都是中国的计划，比如一带一路的建设，比如援助非洲，这都是我们发展计划的一部分，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，不如把这些钱分给自己国家老百姓。难道真的要给你发钱吗？今天发了，到了明天你照样该是穷人，还得是穷人。国家要做的是如何能激发每个人创造财富和美好生活的能力。其他国家在那里虎视眈眈，想分裂我们，想孤立我们的时候，你们还在那里要糖吃。人活成这样，说句实话也是真的悲哀。因为国家要崛起，要不被欺负，就只能自己变得强大，更强大，而不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。小富即安，这是我们个人追求的目标，而国家的目标是千秋伟业，恢复我们往日的荣光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，即便你没有给国家出一份力，但也请你别多添一份乱。